就算他要回老家，要想有所发展，那也得靠您，对吧？那当然。但是爸，您都快60岁了，也快退休了，您在县里工作了大半辈子，有拥护您的，那肯定也有跟您意见相左，或者在暗中嫉妒您的人。那等您不干了，他们会不会把报复的矛头指向全全？如果全全处理不好的话，那会不会给您带来祸害？我早就跟全全说过，我们俩靠自己的本事在京北打天下。哪怕他一辈子只是个科员，提不上科长，我也不会嫌弃他的。只要他不抛弃我，我就会一直跟着他。他实在是没有必要回老家，回到您的身边，靠您的提携和保护过日子。其实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当初才答应全全留在京北。今天我想说的就这些，我对你们也放心了。菊花，全全能娶了你，是他的福分，也是我们全家的福分。哎，您快别这么说。那我就随便在楼底下买了点儿，肯定不是家里做的好事啊，您将就吧。这个最好了。自从身材有些发福，我就开始控制啊，再也不吃垃圾食品，一切从简。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啊，下班就回家，一碗粥，一口小菜儿，哎呀，咽下肚去啊，甭提多舒坦了。哎，但全全啊，哎，今天就咱们3个人，这点的有点多啊，浪费。行，好，下次注意。你看咱爸，自我控制力就是强。爸，咱明天见啊。我跟他秘书约的明天，他秘书说他开会时间不一定几点钟结束，让我们早点去等着。去哪儿啊？你还不知道呢。爸之前一个同事调到京北来了，现在啊，人都是副厅级干部，是吧？爸说明天跟人见一面。有事儿？也没什么事儿，带我认识一下。爸，您是为了全全的事儿去找人家？啊，我也不在京北，带他认识一下领导也没什么不好。您提他。咱在京北没关系没背景的，而且爸正好来开会，我就顺便提了一嘴，多认识点人，路走得快一些呗，是吧，爸？咱也别太强求，反正。爸，尽管那个人过去是您同事，但此一时彼一时，人家现在都是副厅了，说不定人家就怕这种老同事、老关系找过来，做一些为难的事情呢。再说了，就算您去找他，人家就会帮忙吗？别说你们现在不是同事了，全全的事跟人家也没关系啊。那总不能因为打了个招呼就过来提拔他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多认识个人总比不认识强，你说呢？啊，这合适吗？你们既然决定留在京北了，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剩下的就看他的能力了。我肯定会好好努力的，爸。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一个快要退休的县委书记，大老远的跑到自己曾经同事的门口等着接见，你也多体谅一下他爸的苦心吧。不过他爸在这官场上也混了大半辈子了，如果真能见着，对他儿子有没有作用，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但话说回来哈，真要是能靠这样的方式就升迁，那升上去也坐不稳。是啊，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全全的能力吧，也就是做一个一般的科员，熬个年限，顶多是升个科长、处长之类的。真要是得到什么人的照顾，升上去了，还指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啊，谢谢，谢谢。哎，徐老师来了。哎，请进。好，谢谢。
坐。良人所已经课程开户，开展管理人工作了。我估计法院最近能够收到他们的工作计划。我们作为万和最大债权人，也要马上开始跟进。一是监督管理人的工作，二是组织债权申报资料，维护鼎新的权益。英子、邱律师，正如你们所说，现阶段我们确实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2个人就够了。你们2个过去可以吗？哦，还有鼎新和万和之间的债权往来，咱们也应该梳理一下吧。当然，我说的已经包括在内了。其实你们不用成天盯着管理人办公室，显得我们对良辰所不信任似的。一半时间在那边，一半时间在鼎新，协助财务和审计机构理清过往账目，可以吗？行，我们没问题。早就和您说过了，会让您看到我跟秋华的实力的。我已经清楚了。我们所最近接了2个新案子，人手不够。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我们3个，你们为主，我为辅。您也亲自干呀？能和2位年轻优秀的律师一起工作，那是我的荣幸。谢谢。良辰所管理团队今天要进驻万和集团开会，刚才已经通知我了，我去拿些东西，一会儿我们一起过去。好。不好意思，来晚了。人到齐了，咱们开会吧。今天是我们管理人团队进驻万和的第1次会议。下班吧，8点了。啊，8点了。哟，还真的，我这一点感觉都没有呢。那是，你现在工作多有动力呀！秋华，你开始也贫了啊，阴阳怪气我。哎，你等会儿我啊，我还有最后一个我就完事儿了。行，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辛苦徐老师。行了。还没下班呢？周老师，够兴奋的。我们上午不是去了趟万和来着吗？这是下午回来才开始的。对了，徐老师，我下午给刘总呢通了一个电话，对前期工作的范围和重点呢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刘总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被万和坑，大额债权得不到认定和实现，所以他希望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在鼎新和万和未履行完毕的几单大合同上。另外，主要精力要盯住管理人，不要在小钱上下功夫。那我觉得，债权既然归拢统一申报，那每一笔都应该把证据给做扎实了。万一申报材料的时候出了小纰漏，被别人抓住了，咱们不但说不清楚，也不利于权利的实现。您觉得呢？我觉得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什么是大钱，什么是小钱，而是我们的证据做得够不够扎实。管理人是中立的，不会专门针对大债权人。反而，如果我们的证据做得不够扎实，以后主张权利的时候就找不到依靠。所以啊，所有来往账目呢，我们都要清查。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清楚多了，是吧，秋华？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赶紧回去休息吧。那您呢？您也下班了吧？这律所就跟我家是一样的，晚上我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写写字、看看书。行了，赶紧回家休息吧。好嘞，徐老师，再见。
走。谢啦，你路上慢点开。秋华，我想问你个事儿。哦，你困吗？不困吗？怎么了？那你不困，咱们去喝一杯吧。哎，你看人家徐老师，人大晚上没事还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看个书写个字儿的。咱俩大俗人，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干。走吧，喝一杯。我不去，你喝去吧。全全还跟家等着我。哟，这内涵我家里没人是吧？行，你走吧走吧，明儿见啊！你路上慢点开。跟姐夫问好啊！哎，拜拜。哎，长夜漫漫呀，无心睡眠。哎，家里没人儿，就我一人儿，走喽。体面。Quand je passe en pavé, plus rien ne me retient. La nuit tout est 我随着风吹过的方向，追着阳光和土壤，自由生长。风说着，别停下你的追逐，做义无反顾的信徒，心无旁骛。可总会有弯路，多一些脚步。怎么又回来了？哎，徐老师，回家也是闲着，就说回来再加会儿班吧。这么晚，饿了吧？哎呦，谢谢您，徐老师。再救一下。哎，好嘞，好嘞。哎呀，照顾好自己，别把身体累垮了。啊，我没事儿。那你吃。哎，好。哎，对了，徐老师，那个您吃辣酱吗？我平时特别爱吃辣酱，然后我爸从老家就给我寄家里面的辣酱，您要不要尝尝？好，那我也试试。哎，您尝尝。我来帮您。不，我来。啊，辣吧？挺香的。那有什么不清楚的，随时找我，我在楼上。也差不多了，我吃完这碗面再看一会儿，我就先回去了。好。哎。随着风吹过的方向，哎呦，追着阳光和土壤，自由生长。风说着，别停下你的追逐。做义无反
心途，心无旁骛。判决如下：被告明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原告名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矿石款5684万元，逾期付款滞纳金1700万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明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京北市中级人民法院。陈律师啊，哎，您不光把我们一家，还把我们名山集团，还有名山集团这所有职工全都给救了。我必须给您立一个牌坊，搁在家里头供起来。别，你立个牌坊供起来，那不是咒我的吗？孙老板，孙老板，咱们这次能胜诉呢，其实是胜在了前期的工作呀，我们做的特别的扎实。是，我们把对方合同里边对应的每一笔款项、每一张发票，甚至是每一张出货单，我们全都整理得清清楚楚。是，哎呀妈，您也慢一点啊。所以说这官司咱想输都难，但是啊，后面的工作也非常的艰巨。哎呦，这怎么说？郝律师，孙老板是这样哈，第一，除了律师和2个财务以外，他们连个授权代表都没有派。很明显，他们对1审不重视。那如果他们要上诉的话，那2审肯定会更加困难。啊，所以我们得加倍努力，想到各种可能性，把这个案子做扎实，是吧？第二，我们要为实体审判后的事情要做准备了。胜诉难，取得胜诉以后的成果更难。除了已经查封的财产以外，我们还要抓紧调查他们的资产情况，为以后的执行做准备。对。这个判决书如果成为一纸债权证明的话，那是解决不了名山的困局的。说的太好了。行，我听2位的，我听2位的。孙老板，只要你听我们的，什么都好说。好嘞，咱保持联系，好吧？好嘞，那你们忙，我走，改天我请2位吃饭啊，请2位吃饭。谢谢。慢点。哎，再见。好，请陈律师就行。一起来。韩律师，可以啊，这反应啊，这组织能力、条理啊，逻辑，牛，等着收钱啊。陈律师，不是，你是准备2审吗？准备了。我觉得和准备2审相比，咱们得提防着他们坑咱们呀。坑咱们？这不明摆着吗？你看，对方律师在法庭上基本上就没说什么，只要咱们把证据一摆出来，他们就明白这官司打到联合国也是咱们赢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得提防着他们之间在咱们背后搞手脚。未雨绸缪啊！要不是姜还是老的辣呢，这是。不过你忘了，我们跟他们合同里边不是有那么一条，不就是为了规避他们干这事儿？你想想那次我降了1个点的那个啊，就那条，早防着呢，是不是？你才是老姜，跟你学习嘛。那行，你心里有数，那我就先忙着。安心，韩律师。好嘞，好吧，咱锁着见。OK， 拜拜。师傅，真了不起。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吸金能力强呗？这官司打得真漂亮。那是因为有金钱的诱惑。上车，给我算笔账。得嘞。5684万的8%，再加上滞纳金1700万的50%，再减去上交的20%，除去给老韩的20%，835万，835，再交了税，再减去前期的成本。哎，也可以啊，也好几百万呢。这活干的啊，一下好几百万呢，可以。里边还有你10%啊。我不能要，师傅。
不是我什么也没干，我光给你打字儿，你还没用上。再说了，你头几个案子给我不少呢。你师傅我都吃上肉了，我不得让徒弟喝上汤啊？师傅，其实自打我来良辰所以来，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可能有我姑姑原因在里边。我想说，跟上您是我毕业这2年以来最愉快的时光，真的。嗯。别那么深情看着我行吗？咱俩大老爷们儿，你这么深情，弄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哎，知道了。你先上去吧，我再出去的。行啊，你也找楼里睡去吧。要你管？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我正义。陈无良，你都快忘了世界上有这么好人了。喂，陈无良。罗正义啊，正义需不需要果腹啊？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请你吃饭呗。哪家餐厅吃什么菜品你定好不好？哟，这抢银行了？差不多吧，反正我一个案子呢赚了800多万呢啊，800多万。什么案子能挣800万呀？这是什么样的当事人？见面聊吧，你到底去不去啊？吃不吃啊？去呀，白吃为什么不吃？不吃白不吃。走啊。在哪儿吃什么啊？几点钟？我这儿正忙着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这样吧，我快结束告诉你吧，你来卓越所来接我来。卓越所？哎，罗英子，你不至于吧？你真跑到那姓许的律所上班去了？不是陈叔，你至于吗？人家有名有姓的，你能不能放尊重点？我懒得提他，真是。吃什么？我定了啊，晚点见。挺高兴的事儿，提个许多事儿。哎，你说这世界上还有公理吗？人家能挣大钱就没有公理啦。不是咱们成天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的，一天加班12、3个小时，他干什么了？他一单就能挣800万，那是人家的本事啊。就咱们跟徐老师这项目，满打满算代理人费用也就1000多万，分到咱俩手上还不到人陈硕一半。这说明陈硕比许卓能干呀。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咱就先不说徐老师，就说咱俩吧，咱俩比陈硕差哪儿了？他赚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还特意跑来跟我嘚瑟，听着就讨厌。讨厌你别去吃啊。那讨厌归讨厌，吃还是得吃的。我不光要吃，我还要争取吃他个100万，我难受死他。那么难受。陈先生，您来了。哎，里面请。好的。陈先生，您看，这个是我们景观最好的位置。那个。对，晚上灯光效果会更好。开过呢啊。就它了。好 ，Alan， 把菜单给陈先生拿过来看一下。还有雪燕啊？是的。雪燕行。菜品没问题。那定这儿的话，咱们需要交1000元的押金。现在交？哎，扫码。好。可以。好。往回头。好。那咱就晚上7点见。行，那您慢走。好，谢谢啊，拜拜。再见。哟，陈律师。哎，邱律。在等罗英子啊。祝你好运。谢谢。谢谢你。衣服穿够了吗？啊，穿够了。
陈律师，你怎么在这儿？等罗英子啊。OK， 不好，我今儿是能爽约了，我们约了鼎新的刘总吃饭。咱不约好了吗？是我。你们有约的话，我自己去吧。啊，没事，薛老师，我跟你去。那陈硕，我改天。陈律师，改天我请你吃饭。我们走吧。好。先走啊，改天吧。哎，薛老师，我车跟着您车啊。没事，你坐我车就行。啊？坐我车吧。哦，好吧。陈律师，给你挪车不挡你路，谢谢啊。哎，从未曾知梦，年轮的刻度，无声岁月的记录。不是问是对是错，是起是落，孑然一身追风的路。我们各自孤勇的旅途，总会有光。你好，陈先生，我是奥菲尔餐厅的大堂经理 Yizha， 请问您在我们这儿订的位？不好意思，帮我取消掉。那如果取消的话，先生您付个定金。他怀抱着，倾听着我的理想与归处。走，早师傅，怎么样？昨天？不怎么样。没追上，追上的话，你可不是这精神头。何以见得呀？哎，你赚点小钱，你都得嘚瑟。哦，你真是厉害啊！800多万，你说是小钱，那你是见过大钱的人。我不是那个意思，跟爱情比起来，可不就小钱吗？你别担心啊，早晚能追上罗律师。谨其言吧。当然了，罗律师要看不上您，那就是眼睛瞎了。我都怀疑他眼神不太好。哎呀，时间的问题，别泄气，是吧？你要有耐心。耐心啊，追这么久了。这，师哥，哎，真着急了。不会。哎呀，这穿这个帅，又大衣3件套的，说厉害，不够意思啊！啊，上次校友会之后，你都不找师哥啊？哎呀，师哥，上回你也没给我们留联系方式啊，微信也没加，我上哪儿联系你？挑师哥礼是吧？没有，师哥不是挑礼，没有，真没有。上次不是一人喝一杯，喝得晕乎乎的，加什么微信呢？没想起来，那现在加。对，加。哎，你扫我啊！我扫你，好嘞，好嘞。徐峰，什么峰？徐峰，我能不知道你姓徐吗？你开玩笑呢？上次忘问你的哪个所啊？卓越所。卓越。啊，那个什么创始人那律师姓是许什么？许卓律师。哎，对，许卓律师，卓越所。对，大所，你这有前途啊！你这，我的妈，有啥前途？可以，一看穿着能看出来。哎，我最近听说你们所是不是接一大活啊？别提了，接是接了，代理鼎新集团的，跟我们没啥关系啊。徐老师不给我们吃饭就算了，连汤都送不上。在外边，请了俩律师加入团队，主要活儿都是他俩干的。奇怪啊，老话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这么好活不给自己人，给外边人，凭什么呀？
俩女的，你就别说不留外人田，直接往外给40%。凭啥呀？这有病吧？40%，多大的利啊？这是。我在这所里3年，还在公共办公区，办公室都分不上。嗯，这俩一来，所里直接分了个办公室，外边人进不去。嗨，你们这许多律师在外边名声啊，这都知道，离了3次婚嘛。你说现在无缘无故整来俩女律师，又单独给什么办公室还40%的利，你明白吧？这这不是我说的啊，我说的，你师哥我说的来。那个发票抬头开这个就行了。哎，别，我来。干嘛？买完了，弟弟。嗨，你说这扯不扯？当师哥请你吃个饭，有什么好客气的？哎，这肚子出来了，多大岁数啊？刚。啊，我这个叫加班肥。这徐老师干活太苦了，成天加班。加班也不成，这没事得动动啊。哎，我最近就迷恋射箭，很帅，改天一起呗。射箭我听说了，但是去一趟不便宜。我有卡，你刷我卡不得了吗？一起啊，动一动嘛。哎，行，那我就先走了，回所里。好，回头随时联系。好嘞，我走了啊。喝酒了，就在家啊。没问题。那我先走了。哎，您好，先生，您的发票。好，谢谢，谢谢。40%，还给单独办公室。哎呀，这主离了3次婚，不太好弄啊。魏老师啊，出来陪我一下呗。咖啡厅见。哎，以后大方点儿啊，别请姑娘老去高档餐厅的，老拿咖啡打发我。别耷拉个脸，这笑模样。我陈硕怎么就变成这德行？从小到大，我除了自恋，我恋过谁呀？再说了，跟我以前交往的女生相比，对吧？这罗英子她算什么呀？是啊，我那些姑娘，多年轻，多漂亮啊！没错呀，那你干嘛这德行啊？不知道，反正这滋味说不上来。啥滋味？这儿，这块空落落。这儿空落落的，你就拿这边把它堵上呗。哎呀，行了，哥，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行不行？那我怎么说呀？现在罗英子整天跟这姓许的一起上下班啊，你看你自己喜欢的姑娘，整天跟这么一主在一起，你心里舒服吗？哎呀，我心里边不能舒服呀。哎，你说，现在也怪了啊，这好白菜怎么都让猪给拱了？嫌你是律师啊，会用词儿啊，描述的准确呗。我说它是白菜，我没说它是猪啊。哎，你说我为他做了这么多，罗英子怎么就看不到？他就意识不到我的存在吗？哎，陈叔啊，我送你个字儿，说，该。你就是以前交往的太多了，这是报应。你越这样，你还越追不上罗英子。报应，有点道理。有道理，兄弟，认命吧。我跟你说啊，哎，忙着呢，哎，回来了。哎，你今天中午吃饭的时间挺长啊。我约了个饭呢。哎，那个陈硕你认识吧？就是咱们那个老校友良辰所的那个。对呀。我跟你说，上回校友会我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都不搭理我。这也不知道搁哪弄的我电话呀，非要找我吃饭。不是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啊？也没啥事儿，反正就是问了好多徐老师跟咱们新来那俩女律师的事儿。那2个女律师，其中一个跟他有关系啊？要有吧，那也就是罗律师。那姓邱的那不都结婚了吗？我说那罗律师跟他有关系，找你打听什么呀？我哪知道啊，问挺多呢。哦，我知道了，
这一顿饭啊，从头到尾的，就是打听这个徐老师跟这俩女律师的事儿。我估计是吧，他是看上其中一个了，但是他看上了吧，他又把咱徐老师也看上了。好啊，那你把文件再看看，过2天我们这就走。好，徐老师，那我先去做。哎，徐老师吃饭去了。哎，徐老师。哎，你说这罗律师会不会看上咱们？谁看上谁还不一定。行啊，都快散了。对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一天下班忘拿钥匙回来取，大晚上都10点多了，咱们那个亲自泡了桶泡面给罗律师。放松，来，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双脚与肩同宽啊。然后你选一只，从这儿斜插过去，然后对，然后这有一个凹槽，套过来，轻轻的、慢慢的，哎，用你的虎口找你的下颚。我这是不是叫拖把？我第一次拖得更远。哎，咱刚才聊的说这罗律师跟邱律师是一个办公室是吧？不是，徐老师不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吗？罗律师老从徐老师办公室出来，俩人晚上加班，一加班到10来点呢，有一回都11点了呢，看。嗨。反正不就是在办公室加班嘛，这聊工作呗，也做不了别的吧。我同事还看见他俩一块吃泡面了呢。就吃泡面呢？不，你就说说你们徐老板行不行啊？加班那么大工作量，不能点点好的，就给吃泡面。吃啥不重要，重要是2个人共处一室，孤男寡女的。你脑补一下吧，师哥。不，这不是小徐，这咱别乱脑补。说一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他一定能出什么事儿吗？啊是，你们的徐老板离了3次婚，可能看上罗律师，但罗律师不可能看上他，罗律师特别清白。啊，对，罗律师很清白，罗律师。但是师哥，你是不是紧张了？你看，你都脱马了啊！嗨，我紧张什么呀？没紧张。没吗？这不聊八卦呢吗？紧张什么呀？舌尖。戳。你的意思是说，陈硕对罗律师有意思啊？但我怎么觉得罗律师现在喜欢我们上面那个？不能啊，咱们全老师多稳重，他一天风风火火的，是吗？那不搭。那我跟你讲，我觉得徐老师对他有意思。为啥呀？我上次晚上回来拿东西，徐老师亲自给他泡了桶泡面。你没看见？我上哪儿看见？太晚了，我回来拿东西我才看到的。哎，出来了，等会儿一会儿聊啊。一会儿聊。没化妆啊？看什么看？莫名其妙的。我这几天看你老在我们所这边转悠，你要干嘛呀？我就想提醒你啊，这也不是你们所，总往这儿扎干嘛呀？我在这儿工作拿工资的，这不就是我们所吗？问你呢，你老在这儿瞎转悠干嘛呀？等我师弟呢，约的晚上饭跟他。哦，行，
那你等吧，我走了啊。那等一下，上次不是说爽约找时间吃饭吗？明天行不？明天看心情吧，走啦。怎么了？我那个师弟说最近这所里边有点风言风语的。我在所，什么风言风语啊？关于你的。嗯？说你跟这个许卓俩人关系不太正常。什么玩意儿？什么意思啊？我就听说而已，我好意提醒你啊。你这叫好意提醒啊？我看你这是一天不给我添堵，你心里难受是吧？别人说什么风言风语，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有关系吗？一天天的在这瞎转悠、瞎打听的，没一点正经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再胡乱说，你要再说我，哼！传的就是你俩，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说。好心提醒你。迷上了眼睛，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它不曾提起。飘飘荡荡，捕捉痕迹，轻语之间，它来去不渝。我习以为常的宁静，是看不见的云给我隐蔽。那一片洁白的柔软的云朵，挣脱着风和雨，晴和阴的诉说，在明暗间来回的沉默的穿梭，一点微光会让它穿透。那一片爱情的厚重的云朵，微笑那人世间的苦涩与过错，它懂我所有的笨拙和执着，在我们的天空